大家好，今天來介紹一個跟 ChatGPT 整合的外掛，它的名稱叫做 ChatGPT MD。最近由於隨着 ChatGPT 各式應用如雨後春筍般的迅速湧現，Obsidian也不落人後的出現了10多個支援 ChatGPT 的外掛。今天要介紹的這個 ChatGPT MD， 它還沒有上架，因此我們必須手動的安裝。它完美的整合了 ChatGPT 的 AI 功能，能夠讓我們直接把聊天的記錄直接輸出到筆記裡面，這樣子省去了我們由 ChatGPT 的網頁做複製與貼上到筆記的一個繁瑣的操作，可以說大幅的減低了我們制作筆記的時間。以下我就簡單的來介紹一下 ChatGPT MD 它的安裝步驟跟它的使用的方法。因為 ChatGPT MD 還沒有上架，因此我們必須手動安裝，或者是你直接使用 Brett 來安裝。我建議大家直接在安装 Brett 外掛，用它來安裝一些還沒上架的第三方外掛，可以說是比較省力的一個做法。那接着我們就要去建立 ChatGPT 的賬號，建立了 ChatGPT 賬號以後，就要由 ChatGPT 的 API Keys 網頁來建立 API 的金鑰，也就是在這個網頁裡面，在這個 API Keys 這個網頁裡面，我們首先要 create a new secret key 來建立一個 API 的金鑰。建立好以後呢，再複製這個金鑰的內容，接着再回到 ChatGPT 裡面，進入設定，找到 ChatGPT MD 的選項設定的畫面，把你的 API Keys 給貼上來，貼到這個欄位，那這樣子就完成了第一個動作了。ChatGPT MD 呢，它需要2個資料夾，一個來存放聊天的記錄，一個來存放模板。就在我資料夾裡面，我在這邊就建立了一個資料夾。那在這個資料夾裡面呢，分別有一個 Chats， 它來存放聊天的記錄，還有所有的模板呢都放在 Templates 這個資料夾裡面。我已經預先根據指令大全這一個網頁建立了一些模板。那這個指令大全大家可以從我說明欄裡面的連結去找到這個網頁。那這個網頁它就是把各種常用的 ChatGPT 的使用場景分門別類的把它給做了一個分類，然後同時也做了一個範例的一個文字，到時候我們需要使用某一種使用場景的時候，直接複製它的內容，然後就可以把這樣子的內容呢，直接透過 ChatGPT 來取得它的回應。剛剛這個 ChatGPT 指令大全呢，是一個繁體的網頁。那如果你想要看簡體的話，另外有一個 ChatGPT Shortcut， 它就是匯總了一些在簡體環境裡面使用的一些ChatGPT 的應用場景。那這2個網站大家都可以來參考。接着我就可以再進入設定裡面來設定一些產生筆記所有的 API 的一些參數，那就是在這個地方下方會有一個 Default Chat Formatter， 那在這個裡面你可以去指定調用 API 所有的一些參數。那我建議大家可以把 Max Tokens 參數把它由300調大，那這個就是取得回應的字串的長度，我這邊就把它設定成是3000，最大值應該是不能超過4096。各位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調整這一些參數，到時候在調用 API 的时候呢，就會使用這一些在Memo 區的欄位來當做 API 調用的參數。剛剛講的資料夾要在這個下方來指定存放聊天記錄的資料夾跟模板的資料夾，要在設定裡面做設定。設定好以後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ChatGPT 提供了哪一些命令。安裝完以後，就可以從命令面板裡面找到下面這3個命令。首先就是聊天的一個功能，所有要調用 API 的時候都必須執行 Chat 這一個命令。那另外2個呢，是分別來產生筆記的命令。第一個是從選取的文字來產生新的筆記，只要標示出一段文字以後，再執行這個命令，它就會產生新的筆記。那在這个新的筆記裡面呢，就可以再執行 Chat 的命令，讓它去調用 ChatGPT。那另外一個就是直接使用模板產生新的筆記。接着我們就從指令大全的使用場景裡面來做幾個簡單的功能的展示。首先先把我做好的這一個網頁打開，這個其實裡面的內容都是從這個指令大全裡面複製過來的。那比如說現在來看一下，我希望要有5篇有關於 SEO 的中文文字，就把這一段文字給標示起來，接着再按下 Ctrl+P 輸入 Chat， 然後找到這一個 Create a new chat with highlighted text， 那就是從標示文字去產生新的聊天的筆記，點擊它就會自動產生出一個新的筆記，那會把剛剛我選取好的文字呢直接就貼上來了。那上方的這一些就是調用的參數，就是直接設定在設定畫面裡面的這個內容，就是在這個裡面的所有內容就會自動產生在這個新建的筆記裡面。然後接着就直接按下 Ctrl+P 來做聊天，再輸入 Chat， 讓它做
做聊天的一個操作。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右下角的狀態欄右下角就會出現 Calling API， 表示它已經在跟 ChatGPT 做調用的處理。那接着就會顯示出 ChatGPT 回應回來的內容。接着它又出現一個 role :user， 表示呢我們可以再輸入別的命令，比如說現在我接着再輸入一些其他的指令。好，輸入完畢以後呢，我們就直接按 Ctrl P 再執行 Chat， 它就會繼續調用我們提供的這個指令。你可以接着繼續再輸入第3個指令。一個筆記就是你一個聊天的過程。接着我們再來看一下，如果我想要用模板來操作的話，要怎麼來操作？那首先就是按下 Ctrl P 再輸入 Chat， 找到 From Template 這一個選項執行。這邊就是有我已經建立好的筆記，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旅遊的規劃，就直接點擊這個旅遊規劃，它就會根據我從這個模板裡面的旅遊規劃把內容給產生出來。在這邊我們就有幾個欄位要輸入，因為這邊有欄位要輸入的關係，所以就用 From Template 模板系統呢做了另外的一個模板。看一下這一個用 From Template 做的模板，上面呢都是 API 調用的一些參數。使用 From Template 要注意就是欄位的值記得要加上雙引號，把它变成字串的格式。它在產生出新的筆記的時候，這些雙引號是不會被產生過去的。但是如果沒有這個雙引號，這個欄位就不會被產生。另外在這邊我指定了一個 template 減號 output， 指定我要輸出的筆記呢要存放在 042-chat 離線Chats 這個資料夾裡面。直接來看一下這個內容，兩個大括號括起來的就是 From Template 的欄位。那在這邊用 Choice 選項來指定要用下拉選單的方法。那這邊這個 text 呢就是文字，那你可以用輸入的方法。那接着使用下拉選單選擇春夏秋冬的季節等等。那這一個呢就是直接用下拉選單跟輸入的內容的方法來簡化整個操作的程序。From Template 的模板建立好以後，按 Ctrl P Chat 減號 Template。那這個模板是放在 From Template 的資料夾裡面，我們點擊它，它就會立即執行這個模板。這個就是剛剛後面這一篇內容產生出來的一個視窗。那我們就先輸入一個檔名 Travel One， 然後天數我要5天，那我是要查日本東京，然後是用大眾運輸，我是要夏天去。後面這邊呢就是輸入你一些旅遊的一些限制條件，比如說有小孩。好，輸入完畢以後呢，我們就點擊 Add， 它就會在這個 Chat 的資料夾裡面把這個筆記給產生出來了。再直接點擊它，把它開啟起來，這個就是已經產生好的組合好的完整的內容。按下 Ctrl P 再執行 Chat。來執行聊天的一個命令。好，現在 ChatGPT 已經開始有回應了，就會把每一天的旅遊規劃產生出來。這個就是透過 From Template 做資料輸入的展示。最後我們再讓 ChatGPT 來協助我們寫出 Data View 的一個程式。我在這邊有一個範例，你現在是一個 Obsidian 專家，請幫我用 Data View JS 寫一個函式，它需要做到由book 這個標籤找出資料，一行多筆資料，用逗點分隔。這是我們需要它操作的命令，就把這個內容給選取好，按下 Ctrl P， 再輸入 Chat， 找到 with highlighted text 這個命令，然後執行。在這個新的筆記裡面，它就會把剛剛的命令給複製過來。接着我再按一下 Ctrl P， 再執行 Chat 命令。它就會立刻調用 ChatGPT 來產生需要的 Data View JS 的程式。可以看到它其實已經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了，接着就可以把這一些內容放到你需要的筆記裡面。透過這一些內容呢，就可以很有效的來做 Data View JS 的學習。以上就是今天介紹 ChatGPT MD 的外掛，Obsidian 還有其他不少的跟 ChatGPT 整合的外掛。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自行再去做一下測試。那今天就介紹這個 ChatGPT MD 外掛到這邊。如果你覺得我的介紹對你在 Obsidian 的使用與學習上有幫助的話，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謝謝各位。